肖战你好，感谢你接受我们的采访，向人民日报新媒体的网友们打个招呼吧。人民日报新媒体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演员肖战。我知道很多观众都非常期待《藏海传》这部剧，能不能简单的给我几个关键词，让我们了解一下这部剧？关键词的话，那就是复仇，朝堂，然后紧张，好紧张的几个词啊！是。有没有轻松一点的词呢？轻松啊，轻松。那其实里面也有很逗趣啊，然后也很有，其实也有温暖的地方。对。我知道你之前出演过非常多的古装剧，但是以复仇为主线的古装传奇剧，这次是首次出演，整个剧演下来感受如何？除了在拍戏的时候，在收工回到房间的时候，其实也是整个状态都是非常的紧绷的，因为收工之后就要立刻准备第二天的戏了。相信大家看了我们这个戏之后，也能看得出藏海这个人物的台词量其实是非常的大的。所以无论是在前期的准备，还是在拍摄期间，这个台词一直是我的一个重要任务，甚至是首要任务。因为我们这个戏也是同期声，这也是我第一部古装同期声的这样的一部古装戏，所以我也非常的重视吧，所以压力也挺大的。那你刚刚也提到，其实这个人物的变化有很多。那在筹拍这个藏海这个角色的时候，有没有为他专门做一些特殊的准备，或者有没有什么有意思的故事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？就比如说，好比刚刚说到的台词上面的一些训练，因为我这个戏里面很多有什么观星，然后堪舆这样的一些术语，所谓的一些古话，那这个是我以前完全没有接触过的，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去把它们。用古人的方式，然后说出来，还能让观众听得懂，然后让我的对手也能听得懂，所以这个真的是我当时觉得难度很大的一个地方，所以也是跟导演在现场，也是我们会针对台词的哪个重音，或者是哪个词要怎么调整，不停的去做一个调整在现场。对，那还有其他的一些准备的话，就是去找人物的这个状态吧，需要把人物的这一个从头到尾的人物的成长线，然后去把它细化出来。所以我自己在准备的时候做了一个很详细的一个类似于像 PPT 的这样的一个列表，对，然后去像一个生命图一样，这个人物在进行到哪一步，他的心理状态是什么样子，然后他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案件。然后什么样的剧情，他这个时候的人物关系是什么样子，然后跟每一个人物的距离感是什么样，所以都要做一个很详细的一个划分。因为我们在拍的时候其实也是跳拍，你不知道明天会拍哪一坨，所以我需要在拍摄的时候很准确的找到人物在当下的这个状态。所以说其实你为藏海这个角色，相当于他的每一分每一秒你都做了非常详实的准备可以这么说吧，我尽力了。有没有什么特别有意思的故事在拍摄的过程中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？其实我们每天都在乌漆麻黑的那个棚里面，关在那个墓道里面，我有时候经常会拍到忘记几点，我有时候就说，哎呀，拍完了去那个吃口东西吧，一看已经晚上了，我还以为是下午，所以有时候经常会拍到忘记外面是天黑还是天亮。但是这个其实挺有意思的，会让你觉得时间过得特别特别快。听起来很投入哈。可以这么说。那我们知道，其实从玉骨遥到梦中那片海，你饰演的角色更多是偏向少年感的。但是藏海这个角色向我们展现了其实非常复杂的人性特征，善良、悲悯等等这种很鲜明的性格特点，都是他的一个角色标签。相比于之前的一些古装剧，你觉得这次你的表演方式有没有什么不同？我觉得最大的不同就是要在很多时候收着演，就是它又不能太浮夸，但是它又不能没有，所以很多时候我也会拍完一条，然后去监视器跟导演讨论，说这个度行不行？要再出来一点，还是要再收一点？对，这个我认为是这个《藏海传》在拍摄的时候我做的跟之前的戏最大的区别。
在预告片里有很多观众觉得藏海的歪嘴笑、眼神杀特别的带感。歪嘴笑，歪嘴笑是什么？啊，你没注意到这个吗？没有。很多网友说觉得中间一些片段的歪嘴笑，然后眼神气很带感。我有点好奇啊，我想知道这是剧本设计的，还是你当时临场发挥的？剧本应该没有设计说这里歪嘴笑，然后歪嘴笑啊怎么样？可能就是当下的生理的一些反应，对，然后直接就给出来了。因为我一般在拍戏的时候，我不会去设定说我在这里可能我会有一些歪嘴笑，或者是有一些发狠的眼神，可能更多的是会把自己当下人物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，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，情绪是什么样子，然后在拍戏的时候用自己的生理反应去呈现出来。用你最真实当下的反应。没错。我知道这也是你首次与郑晓龙、曹艺文导演合作，这2位导演分别给了你一些什么样的启发？启发当然非常的多，非常荣幸能跟2位导演合作。那郑导我觉得不用多说了，我觉得他非常的有经验，然后以及非常的专业。我经常会跟我周围的朋友说，我说郑导就是非常的准，然后以及非常的狠。然后曹导，因为我们年纪相仿嘛，对，然后他很年轻，然后也非常的努力，然后以及很专业，他做了非常多的功课。有时候我跟他探讨一个问题的时候，他会给我很多不同的解决方案，这让我确实没有想到，然后我们就会针对这些解决方案，然后再去不停的探讨，然后去完善这个问题。那今天就这样，感谢你能够接受我们的采访，我们一起期待一个不一样的肖战和藏海传。谢谢。谢谢。